现在心情非常好，因为我觉得，我来这个节目的初衷是学习，然后我其实这一路来，我一边在学习，一边在自己改变自己的创作，包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《唱大海》，其实我也是中间一段我也有像唐格尔老师有学习到他的一些东西，我刚刚也在跟唐老师交流，所以我有用了一段那个的地方，我有学习他的一个唱法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对于我的初衷来说，我已经学到我想要的，并且这个成绩我已经非常满意。对，因为我自己，我以前也觉得自己还年轻，来这个舞台有点早，那我现在站在这个舞台。达到一个这样的名次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超出我意外的一个事情。对，谢谢。那个想问一下花花，因为现在那个微博上都说今天晚上跟邓紫棋的对唱就是特别甜，然后之后会不会有那个对唱或者是这种专辑上的合作的可能性？谢谢。我觉得会有，因为本来昨天其实我们在去那个红毯的路上的时候。他有跟我说，他有写一首歌曲，说我要不要来唱。然后我想，如果那个歌是个拔蜡歌，那就不要找我了。然后我说，如果要是我们要合作的话，就一起写。因为其实我们认识多年，然后很久以前就有说过要一起合作一首歌，然后而且因为他本来他也是创作歌手嘛，所以肯定是要一起写的。那这一次这首歌也算是我们一起完成、一起创作的吧？对，所以未来肯定会有可能的。对。我想问一下花花，你作为最后一首歌曲选择《呐喊》，我想问，因为之前你已经产生了非常有影响力的《山海》，包括《七天》，作为最后一首决赛歌曲选择《呐喊》，是不是有除了？这首歌曲是来自张韶涵之外，而且这首歌的名字和鲁迅先生作品也有一个很复杂关系，所以想问你一下，有没有背后安排很深刻的意义？想知道你的态度。其实有，就是我之前有发微博有说，就是我从来歌手第一首歌来唱的第一首歌到我最后一首歌，这其实是在讲述我。自己一个人从齐天生下来的这只石猴子，到现在到不断的去出生，到第二首歌孩子去成长，第三首歌双截棍，它有一种很桀骜不驯的那种感觉，然后第四首歌你就是感觉到了一个有点叛逆期的感觉，然后第五首山海就开始第五首是易燃易爆炸。其实我本来易燃易爆炸是临时换的，我之前本来要唱的是忘了他，其实忘了他它是一个有点情歌的感觉，应该是到了成长阶段有一个恋爱关系，然后但是我还是换成了易燃易爆炸，它也跟我的主题是接近，然后后来又唱了还挺多山海，对山海有一种就是有一种受伤过后的一个感觉。其实我本来山海跟忘了他这两首之前那个情歌应该是连在一起，就是分手之后转身向山顶走去，有一种这种感觉。但是我因为词人的关系临时换这首歌，到最后包括上一场突围赛唱我，就是有一种我已经爬到山的，应该说是已经爬到山顶。当你站在最后一个当你走上最后一个台阶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就是我找到了我自己。但是呐喊这个歌，我说我要超脱自我，其实指的就是我站在山顶的时候，我爬上山顶是找到了自我，但是我再往前跨一步，看到的是山下的风景。而那个时候，我想对着山下，人一般爬到那个时候，一定是想对下面呐喊的，有一种超脱了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我就很坚决地选了张韶涵姐姐这首歌，然后也希望她喜欢。然后对，然后我也可能改的有点大，包括歌词的意义也完全变了，把它变成有一种全部打开的感觉。对，所以也希望大家喜欢。最后就是用很撕裂的方式来唱，希望能唱出那种真正撕裂的那种呐喊，最后的呐喊。对，谢谢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汪东老师，就是刚刚何东老师说
宣布今年你的演唱会会是9月8号在鸟巢举行，这也是90后首登鸟巢的第一人。想问一下，你是如何想到今年要在鸟巢开这个歌唱礼，会带给粉丝怎样的惊喜呢？谢谢。对，因为我歌手现在已经结束了，所以我接下来我会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对我来说目前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9月8号鸟巢演唱会。然后，首先惊喜的话，因为我之前一直没准备全身心在当歌手，然后那现在我肯定要做的是创作新歌，然后写新的作品，放到演唱会的时候为大家带来新的东西，然后还会把我一些歌手里面我自己很喜欢的作品，然后把它带到演唱会上面去。然后因为我觉得有很多歌曲都很适合放到演唱会，尤其是放到鸟巢。然后它不仅仅只局限于一个500人的一个厅，然后它可能能放到一个5万人以上的一个场，也是很酷的。比如说像双节棍啊，包括像我今天写的这个呐喊，它其实都很适合。我可以想象到这个震撼的场面会很酷，对。补一句，因为汪峰老师也有开鸟巢的经验嘛，然后对，您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给花花吗？我给花花也发过微博，我就跟他说，鸟巢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。几乎我去过的所有的体育场都完全不同，它有一种吞没感，因为它太大。当你站在舞台上的时候，我记得我第一次在鸟巢从底下升起来的时候，虽然我已经走台了好几次，但是还是会觉得，如果你没有一种力量和一种气场，你会被鸟巢吞没。但是我觉得花花是一定有的，他只需要更充分的、更肆意的展现自己的力量和他独特的气质，肯定是成功的。Yes。好的，我们在这里也祝花花9月8号的鸟巢巡演成功，演唱会成功。感谢我们的歌手，感谢今天到发布现场的每一位记者朋友，请。